有一个无人机升空了，刷刷刷刷刷，你干什么？各位，隐形穿越机的时代要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李华伟。这个无人机的试飞区域啊，已经发布了一段时间了。说一下我的个人看法吧，基本上就是乱画的，尤其是整个山东半岛就没有一点可飞的地方呀。这对于做航拍的人来说啊，确实是一个挑战啊。虽然说你可以去申请，但是大家都懂的，我就不多说了啊。大疆呢我就不说了啊，说一下穿越机，毕竟我是做穿越机航拍的嘛。那我们怎么拍呢？首先啊，这些大的穿越机啊，大家都不要飞了啊。这种它本身就不是适合在城市里面飞的，太大太重，这个加上电池，再加上那个相机啊，接近1公斤啊，这掉下来比砖头都厉害啊！看了吧，这么大的螺旋桨，确实是非常危险的，这个大家就不要飞了啊！想飞的话，找空地啊，找空地是可以的。其次呢，小型化吧。以后我就会尽量的用这种小型化的飞机去飞啊，这个手掌大小的，跟个玩具一样。然后它的噪音也非常小，主要就是噪音问题啊，给大家听一下啊，尤其这种圈机，这种圈机啊，我的电池，来，大家听一下声音啊，这个飞机已经连上了啊，大家听一下它的噪音，听到吗？好，这个噪音在城市里是不行的，这个我还没有加大油门呢。如果加大油门的话，它就会啸叫了，那个声音，它起飞之后，方圆2公里，所有人都知道，是吧？这肯定会引起啊一些人的注意啊，大家有一个无人机升空了，是吧？那肯定就不能飞了嘛。所以我们首先要做到不打扰。我们再试一下这个小飞机的声音啊，这个声音就小很多了。这电池呢？这个啊，首先它也更安全啊。这个飞机啊，只有50克啊，这个鸡蛋差不多。我们听一下它的声音，是吧？来，大家不要模仿啊。来，听一下它的声音啊。哎，怎么开不开了呢？难道要我放在桌子上吗？等一下，它这个信号有点问题啊，可能我刚才连到那个接收器，然后这个接收器还重新连一下。我已经解除它的角度限制了啊，重新连一下。OK， 试一下啊。这是有问题啊，这个。好，那我们换个飞机吧。这个有点问题啊，听不了。用这个我准备再给它改装一下啊。这个是螺桨的，它的噪音就会小一点。这个飞机飞起来比那个圈机啊要快很多啊！来，大家听一下螺桨的噪音，做一下对比啊。这个声音就小很多。当然，我要做的是让它的声音再小一点，做到完全静音，至少要做到5米开外听不到声音吧。其实这个飞机我之前是做过一个完全静音的飞机的啊，是用的一个白菜电机啊，那个电机10块钱一个啊，然后就是动力太弱了，那个配适合让这样的桨叶是做到5米之外啊，就是一点噪音都没有。当然这个我需要再改装一下，这个动力必须做下限制，就不追求这种动力了，我们不做特技啊，我们就是航拍。是吧？毕竟我就是做航拍的嘛，我从来不是说拿着穿越机说是出去炫技的，这个是不行的。我们穿越机除了那种自嗨啊，就是它是一个生产力的工具啊，而你想让它变成生产力，那些炫酷的镜头是吧？虽然我们飞的时候很爽，然后拍出来的画面也非常刺激，一个镜头弄过来，但是你考虑到这个大众啊，这观众看起来其实并没有那么好，尤其是。我看过很多那种很厉害的穿越机飞手啊，拍摄那种追车的镜头啊，你好好的追车你就追车，你在这翻转是吧？不是说贴近是吧？
你从这个狭小地方钻过去可以，但是它有的时候会莫名的翻转，刷刷刷刷刷，还好像很有冲击力是吧？但实际上只是自嗨而已啊，其实那种画面啊并不受欢迎的。而且我玩穿越机的，也是主要就是航拍嘛，区别于大疆无人机，给大家更冲击力的画面。第一标准，这个画面就是要流畅的。但是有点说跑题了，我们还是说回这个如何飞，就是我这思路啊。各位，隐形穿越机的时代要来了，我们要让我们的穿越机变得静音，以后首先要合规的飞行是吧？在蓝区是吧？要120克之内，尽量的使用无干扰的小飞机。另外呢，就是我们如果你真的看到一些好的风景，好的什么那个你懂的是吧？怎么办呢？只要我们飞起来，不要引起大家关注，别人不知道是吧？当个玩具一样飞一下就行了。像这样的起飞降落也就3分钟是吧？你飞上去落下来3分钟 OK， 而且不会打扰到别人的。当然这个我需要再改装一下，但在专业的玩家眼里啊，这个飞机是不合格的。首先它的电机啊不是 4S 上面的啊，是 6S 电机。那为什么我用在这个 4S 上的呢？是因为这个电机啊，它的扭矩非常大啊，这个电机啊，它比你正常用 4S 那种标准的电机啊要更加省电啊。虽然动力肯定会弱不少啊，而且重量会增加不少，但是有失就有得吧。我是喜欢这种不完全按照那种规则的搭配的啊。比如，当然你不能反着来 ，4S 用 6S 直接烧了是吧？但这样降级是可以的。下一步我准备再改一下这种飞机吧，毕竟螺桨的噪音要小一点，这样换上这个，相信它的噪音还能低不少。主要是我所提倡的啊，静音化的穿越机，这个穿越机一定要做到静音化的。以后我感觉以后这也是个趋势啊，就是虽然说很难啊，穿越机它天生的噪音就大，是吧？尤其是那圈机声音又大又尖，它和那种大疆的航拍机不一样的。大疆的航拍机是那种低频的噪音，是吧？还不是太打扰。如果你飞得太高一点，基本上就听不到了。但是大疆的飞机它有一个大的缺点，就是上面有灯，这也是一个缺点。你看我所有的飞机，我的 LED 灯全部被拆掉的，是这样的，我全部不带灯的啊。你这样飞出去就是一个焦点啊，这不好。我们再重新对比一下这几个穿越机的噪音大小啊。首先是这个最小的，噪音其实非常小了已经，但是还达不到我的要求，我要让它声音继续小一点，至少要5米开外听不到声音嘛。这个刚才大家已经听过了，但是我们再近距离听一下，我尽量不让它油门不会加的很大啊，因为加的很大它就飞起来了。来，这个噪音就大很多了，是吧？稍后我换上桨叶给大家听一下啊，然后再对比一下我们的噪音王者圈机。这个友情提醒一下啊，戴耳机的话声音放小一点，这个声音是非常尖锐的啊。看一下啊，所以说这个圈机的噪音是最大的。以前我特别喜欢用这种圈机飞行啊，这也是我的主力机型，但是最近没办法了，噪音太大就不飞。然后这个我再换一下桨叶，给大家对比一下啊。OK， 已经换上了啊。
这是个5叶桨，我们对比一下啊，装上电池。Telemetry recovered. 开始。这个桌子的共振的噪音比较大。声音是不是低沉了很多？我们拿起来看一下，其实它的桌子噪音比较大，共振。这样大家是不是能感受得到？噪音已经小很多了，这个我再限制一下它的功率。所以说各位，无声就是隐形啊！隐形时代的穿越机就要来了，我们的航拍无人机以后要全面进入隐形时代。好，就是给大家汇报一个以后的思路啊，但是我还会继续再改再做。